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。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。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，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把他抓起来！哎，放开我！大嫂，大嫂，带他去警局！不要！我不行！大嫂，求求你看在大哥的份上，就看在往生的大哥还有阿妈的份上，你给我多一次机会，我今后洗心革面，循规蹈矩，不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大嫂，阿妈已经老了，她要是知道我要去蹲监牢，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。这绑架要转仓的牢的，甚至要丢命的，大嫂。大哥已经走了，阿妈只剩下我一个儿子。等他百年之时，没有儿子陪在身边，他一定不瞑目的。大嫂，你就让我静静小心吧，大嫂。大嫂，你给我机会，你给我多次机会，大嫂，我任凭你处置。你叫我怎么做，我都答应你。你说你要这么做，我都答应你。大嫂，我求求你，大嫂。你真的会改过自新？我会，我不改的话，我就不得好死。你真的会任凭我处置？我听你的。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求求你，大嫂。我给你磕头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大嫂，我求你。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谢谢你。Mrs. Johnson, this is your medicine. Thank you very much. You're welcome. And please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r. Johnson and get well soon. Thank you.
You're welcome. Goodbye. Bye. 哥，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阿弟，你真的是判若两人，比我离开时成熟、稳重多了。刚才我还听到你跟洋人叽里咕噜的大讲红毛话，有出息，有出息呀！哥，你先暂时和我在这里挤一挤吧。你问过王掌柜了吗？我问过了，他说头家娘亲自打电话吩咐他要好好招呼你。头家娘如此关照我，真的是太感激了。我来新州前，她还送了一些土产啊。我们兄弟俩能和张家结缘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你想想，过饭客中有几个人能像我们兄弟一样这么幸运？你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我呢，还蒙东文兄看中，分到矿场的股份。是啊，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。这么多钱？信里面写些什么？头家娘说，这些钱是让我在新州安顿之用。等新矿场筹备就绪，就请我北上，心无旁骛地帮东温兄。头家娘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哥，头家娘对我也是鼓励有加。头家娘说的没错，新矿区地处偏远，这一去恐怕难得回来一趟，所以得安顿好，才能心无旁骛，无牵无挂。所以阿弟，阿哥去矿区前要帮你先把老婆娶了。不，哥，你是兄长，成家这种事应该是你先。阿弟，我们兄弟俩还计较这个吗？待会儿我去问王掌柜，看有没有相熟的媒婆。哥，万万不可！为什么？我心有所属。阿弟，你有喜欢的姑娘了？好，阿哥替你办这门亲事，现在马上去找媒婆，上门提亲。来来，不行！阿弟，为什么不行？我喜欢他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有意思。有没有意思？上门提亲就知道了。哎，走走。他不喜欢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打扰他的。阿弟，你太老实了。女孩子是想矜持，怎么会告诉你她喜不喜欢你呢？她不一样，她不是普通的女孩子。其实你已经见过她了。我见过。她是头家娘的女儿，东恩兄的妹妹，惠娘小姐。惠娘，阿弟，你好啊！哥，我知道，我们跟张家门不当户不对的，我实在不应该高攀惠娘小姐，我不应该。没错，惠娘小姐的确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姑娘，你知道吗？她一个千金小姐进乔庄城矿工，和她哥哥到矿场去工作。要娶惠娘小姐，得拿出诚意才行。我们兄弟俩一起努力吧，啊！肖婶婶，
娘娘要我来劝你，你真的不跟二叔走吗？小婶婶，你知道我是支持你的，可是娘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她说二叔此行会留在内地好一阵子，你们毕竟是夫妻，长久相隔两地，对你们都不好。而且阿婆那边也很难交代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要你给张家传宗接代。不可能的，我不会再让他碰我。小婶婶，这一点，我曾经告诉过你娘娘。惠娘，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，女人为什么一定要认命？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抗命？如果不认命，而是抗命，女人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？我现在就试着要抗命。惠娘，小婶婶有什么心事都不瞒你，那你有什么心事也不准瞒小婶婶。小婶婶，我只是听了你的话，有些感触。有些命是不能抗的，就像我跟我哥。我随着娘娘进入张家的时候，我哥10岁，我8岁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成了兄妹。我们这辈子就只能当兄妹。你的心情，小婶婶明白。也许这就是命。你是怎么了？大半天了还没收拾好行李，还有东西要收拾的。二太太，你这一走的话，我也留不住了。东家不打打西家啊！二太太，我舍不得你呀！你以为我想的吗？我是被人逼走的。要不然给我金条一条，我也不去。那里的人争着要过番来，可想而知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。谁叫我自己的男人没出息，败输给一个女流之辈，害我这把年龄了还要受苦。二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去喝酒？二爷，回乡的路不好走，二太太的身体不好，她经不起一路上的颠簸。若是你能够坚持不去的话，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呀。你什么身份啊？教训我吗？你只会搬弄是非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滚！我叫你滚啊！回唐山了。回唐山了。黄正年自以为大获全胜，反而会疏于防范。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反扑的。反扑。
不，反不。大嫂，阿英说你有事找我。仲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大嫂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忙着张罗老太太回乡，还有打点生意上的事，让你心烦了？明珠，这个家得劳烦你看着了。大嫂，老太太已经答应让我留下。我已经说服了老太太，让你留下。谢谢大嫂。广达这一去，快则3、5年，慢的话，恐怕要等7、8年。就算他10年、20年，甚至一辈子不回来，我也无所谓了。大嫂，这一次你和老太太回乡，真的要替东恩娶媳妇？老太太也老了，东恩的婚事不能再拖延。大嫂，你有话要跟我说？其实我答应了惠娘不说，但是我实在放心不下她。她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说，她和东恩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估计这一辈子也只能当兄妹了。她会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早就已经察觉到了。如果连女儿的心事我都察觉不到，那就没资格当她娘娘了。你刚才说惠娘会这样想，你就放心。可是我却很担心，再这样压抑下去，她会不会……那也是没办法的。有些规矩跟礼教是不能逾越的。等到东恩成了家，再帮他找个好对象，一切就好了。可是东恩呢？他对惠娘，是不是也像惠娘对他一样？够了，你酒打光了，我喝个屁呀！你还怕没得喝吗？老板，多2瓶。不必了，酒不要了。什么不必？多2瓶。大少爷，你就别再喝了，你已经喝很多了，你。干嘛阻止我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就要回乡娶老婆了。人生快事，怎么不干？来，朱老师，你也干了。你叫我什么？我言而有信。我说过，当我敬佩你的时候，
就会自然叫你老师。好，好，你言而有信，好，这样才像个堂堂男子汉嘛。你说我是堂堂男子汉啊？是敢做敢当，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，即便是离经叛道的事，也一往直前。坐下你，坐下。可是我不是，我是个窝囊废，是个胆小鬼，是个窝囊废，胆小鬼。猪放屁啊！你为什么带我哥去喝酒啊？还让他喝成这个样子？冤枉啊！酒都是他叫的，喝了一瓶又一瓶。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好像满怀心事，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。我哥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是窝囊废，不是个堂堂男子汉。要不然的话，就算是离经叛道，他也会勇往直前的。还有什么什么被世人唾骂，无怨无悔的。唉，小姐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。窝囊废，我是窝囊废。你不是，不是窝囊废，哥，我不准你这么说自己。你叫我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哥。我不要做你哥。我不要做你哥。好好好，你不是我哥，不是。我不要当你哥啊！不要！不要！不是，不是我哥。那你说，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是我最关心的人，最担心的人，最揪心的人，最想永远在一起的人。那我们就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走得远远的，远远的。起床啦！起床啦！起床啦！不要烦我了。满身臭酒味的，你赶快起来冲个凉。我们下午就要启程回乡啊！起来，起来！头很痛啊！活该！谁叫你喝酒，醉得乱七八糟，还吐了我一身，臭味熏天。我醉得那么厉害啊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跟猪放屁聊啊聊的，就喝起酒来啦。之后发生什么事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娘娘知不知道我喝醉的事啊？他现在不知道，不过我告诉他了，他就知道了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娘娘啊！我偏要告诉他，谁叫你要好学的不学，
还没当头家就学人家吃喝嫖赌。我哪有嫖赌啊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啊？我这就去告诉娘娘。哎，不要啊，苦瓜！你还苦瓜？好啦好啦，不苦瓜。求求你不要告诉娘娘，我的好妹妹。就看在你把我当好妹妹的份上，我就不把你这个好哥哥做的坏事告诉娘娘。谢了。臭死了你！赶快起来冲凉啊！去去去，去啊！阿妈，出门在外，凡事小心一点。明珠，这家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大嫂，我一定会好好看着这个家，等你们回来。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惜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。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。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。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荆棘满身残，挡不住渴望。一旦认定了，绝不回头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荆棘满身残，挡不住渴望。一旦认定了，绝不回头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。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。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我在这折腾下去，不死都假。一路上船颠得我晕头转向的，还有那轿子啊，坐得我差点磨掉一层皮。说
什么一进门先要拜祖先，衣柜就是大半天的。还有啊，一路走来，田都已经荒芜了，到处又破又烂的。黄真人可真狠啊，把我发配到这里来。美清要你在这里办工厂，说穿了是发配边疆。你有完没完的？啊！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辛苦吗？你就让我悼念几句嘛，人家心里面都快憋死了。我要不就决心跟你一起来吃苦，早就选那心肝宝贝，毕竟只是留在家里享福了。不要再提那贱人。唐叔，唐叔，唐叔，刚才在祠堂怎么没见你啊？一言难尽。哎，这位是唐婶吧？我的堂侄子东升。唐婶，嗯，唐叔，一路辛苦了吧？累死了，骨头都快散了。哎，那正好，我带唐叔你去松松骨。唐叔，我怎么看你有点意兴阑珊啊？一定是小侄我招呼不周了。旅途疲劳啊，不关你的事啊。那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。今天晚上我再带唐叔去寻开心。不，我没这个心情啊。对了，你怎么连祠堂都进不了啊？哎，族长说我整天就是吃喝嫖赌、打架闹事，败坏门风，禁止我踏进祠堂一步。哼，狗眼看人低。这个家从上到下只有堂叔你看得起我。上次您回来还给了我一笔钱做生意，可惜运气不好，都亏光了。希望堂叔能够帮我重振旗鼓啊！东升啊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是自身难保，我也帮不了你啊。莫非堂叔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我跟你比较谈得来，不怕实话告诉你啊。自从你大堂叔死了之后，我在家里的地位是一落千丈啊。家里的财务全由大嫂一人操控，我现在就算要拿10块钱，也要等她点头啊。啊？那个穿得怪模怪样的女人这么有手段？我现在是被她逼着留下来，说是要留着找商机，事实上，她是要架空我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儿哪有什么商机啊？这儿要是有机会，谁还背井离乡跑到南洋去？这个南洋番婆子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居然这么欺负堂叔你！算了，时运不济，别提了。来，堂叔喝茶。正良啊，那3个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都不错，尤其是玉环，落落大方，很讨人喜欢。那是姨婆的孙女，我看她也很顺眼。惠娘，你呢？她配不上哥。哦，你娘娘难得看上的姑娘，你又哪里看不顺眼啦？她太一本正经了。一本正经有什么不好啊？当然不好啦，哥跟她在一起会闷死的。那你觉得哪个配得上？都配不上。哎呦，
我们前前后后都见了5、6个姑娘，你不是嫌人家高就嫌人家矮，人家有肉你就觉得肥，人家瘦呢你又说皮包骨，那是要跟哥一辈子的，是要跟哥生儿育女的对象，当然要精挑细选啊。如果你们随随便便给哥找个媳妇的话，我可是要反对到底的。目无尊长。正娘啊，你也别骂他了，他也是爱他哥哥的心切。好，我们就慢慢挑，慢慢选了啊。想什么？想到魂都飞了。我刚才问那个老人家，田地那干旱，都荒芜了，你还要下田种地吗？他说，当了一辈子农夫，脚不踩地，心不踏实，就算什么都种不出来，也要天天下田种地。没有这块地，也许我们现在不会站在这里。这块地曾经滋养过我们的先辈，他们都踩过这片土地，吃过这片土地长出来的米，喝过地上打出来的水。他们就是从这里到我们南洋去的。没有他们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你我。藕断丝连，血浓于水，这就是我们和这片土地的关系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阿树为什么要在这里办学、赠医施药了。今后如果能力办得到，我一定要继续阿树的遗志，多做好事。你老了，你说我老了？对啊，看你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。我才不是老气横秋，我这是成熟稳重。才怪，你是老气横秋，又酸又臭。你这只苦瓜竟敢这样说我，看我饶不饶你！站住！不要跑！站住！站住！你害怕？少爷，小姐，你们的姨婆来了。太太要你们赶快去拜会她老人家。好，这就去。哎，等等，彩姐啊，瞧你着急成这个样子，好像哥要去见未来丈母娘似的。差不多了，姨婆还带了她的孙女儿来。我看呐，老太太和太太挺喜欢这个女孩子的，我也觉得她跟少爷你很配。婉儿啊，是越大越漂亮了。是哎呦，他们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呦，阿婆、娘娘，快叫姨婆。姨婆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多漂亮的一对兄妹呀！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哎，
还记不记得啊？你小的时候和爸爸回过乡，还到姨婆家住过呢。姨婆，我还有点印象。是吧？哎，那还记不记得婉儿啊？东恩哥，慧娘姐，婉儿真人比照片还要漂亮。她呀，为人乖巧，应对得体，落落大方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跟东恩的八字很相配。真娘啊，你觉得呢？我跟阿妈的看法一样，我觉得婉儿是我们看过女孩子中最好的。不过，还是东恩的看法最重要。那当然，要娶老婆的是他。东恩呐，你怎么看啦？我说过，我的对象得3个女人点头，那就是阿婆、娘娘，还有慧娘。哎呦，那可就棘手了。你要过你妹妹那一关，可比我跟你娘娘这一关要难上100倍呢。慧娘啊，你这一次又嫌弃人家什么了？婉儿的确很出众，跟哥是天作之合。阿婆、娘娘，你们还是赶快把这门亲事定了吧，我还想早日当姑姑呢。那好，我们就赶快把亲事定下来，就可以早点回家去了。等你哥的婚事办完后，就得给你物色对象了。我不要，哥有传宗接代的责任，我没有，我这辈子都不嫁。你又任性了。你哥结婚后，生儿育女，有自己的家，难道你要靠你哥照顾你一辈子？我为什么非得靠哥照顾一辈子啊？我能养活自己。我跟张廷一说好了，我们要一起到新州去生产陈矿树的药膏。小小一罐药膏，能养活你一辈子？我饿不死。女人终究还是得找个归宿的。娘娘，你说什么我听就是了，但是我听不代表我赞同。既然哥说他的对象要我点头，那我的对象也要他点头，还要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，这样行了吗？